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江风世界。这几天海南岛上的海风吹得可有点凉，是因为中南海那边的政治气压低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惊人的现象，彭丽媛这回怕是丢了海南省。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老大为了打造海南自贸港这个新时代门户，可是下了血本。可就在这封关运作刚半年的当口，海南官场地震了。从政法委书记刘兴泰到省公安厅副厅长董长青，这些被连窝端的官员清一色都是当年在这块地盘上只手遮天的山东帮。而在他们倒台的废墟上，一群湖北籍的官员正排着队接盘。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重磅爆料。这场看似是反腐的海南地震，背后其实是湖北帮正在以最惨烈的方式团灭山东帮。更要命的是，就在这两派乱斗分赃不均的当口，江峰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套实打实的原始卷宗。这不是什么听床师的臆测，而是一位被这帮官僚抢得倾家荡产的民营企业家在走投无路之下寄来的政治子弹。这叠按着红手印的起诉状，盖着公章的裁定书，正好给咱们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透过这道口子，咱们能看清这帮新上位的湖北帮是怎么利用前任山东帮分食 5.17 亿资产的黑料，把对手送进监狱，自己坐上红毯的。今天咱们就翻开这套底牌，把海南自贸港的底库翻过来给大家看看，看看这场红毯下的分赃乱斗究竟是怎么把民营企业家的骨髓都给吸干的。这两天新华社可谓是开足了马力，连发数篇长文，标题一个比一个提气。什么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 165.4 万人次，什么潮涌天涯千帆径，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回眸，里头连篇累牍地吹嘘着所谓的制度型开放，营商环境大跃升。文章里说，海口海关统计这半年进出口暴涨了 54.6%， EF 账户也就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的业务规模突破了6000亿，字里行间全是大把的钞票在自由流动。官媒甚至还专门挑了几个外国游客的特写，说人家在免税店里买大疆无人机买得有多爽，博鳌论坛上的外宾笑得有多甜。看着这些新闻，你肯定觉得老大这回算是把海南给盘活了，外资蜂拥而至，民企安居乐业。可是就在离那些高档免税店和豪华会展中心不远的海口市龙华区，有一位名叫谭德奎的民营企业家，正拿着厚厚的一沓材料四处碰壁，求告无门。新华社说， EF 账户让几千亿的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可谭先生被法院白纸黑字确认的730万血汗钱，在海南省公安厅的账户里躺了整整7年，就是流动不到他的口袋里。新华社说，海南现在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可谭先生每周在网上向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状告海南省政府和公安厅索赔9541万，法院那边连个不予立案的纸质裁定都不肯出，直接把这事儿当成透明的。一个号称世界最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外宾来买个蓝牙耳机都能享受丝滑体验，可本国公民被公权力明火执仗抢走的几个亿资产，却连个说理的衙门都找不到。谭先生发给我们的卷宗里，那份长达几千字的控告信写得字字泣血。咱们今天就讲讲谭先生这个具体的人，看看他的整栋楼盘是怎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穿着制服的人给依法搬走的。在翻开谭先生的案卷之前，咱们得先看看这个案子的主刀大夫们都是些什么下场。就在1个多月前的4月29日，中纪委官网轻描淡写地挂出了一条消息，海南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董长青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董长青这头一进去，海南政法界可是炸了锅。因为顺着他这根藤往上摸，你会发现整个海南政法系统在这2年里几乎是被连窝端了。董长青只是个小喽啰，咱们看看他上面的大树。前海南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刘兴泰，
这位老兄可是从山东日照一路升上来的。当年在山东，刘兴泰打着反腐的旗号，查办了日照港的腐败窝案，一时风头无两，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结果呢，这位满嘴清正廉洁的政法委书记调到海南之后原形毕露，就在2024年5月落马。同年8月一审判了个死缓，检方指控他受贿多少？3.16个亿，这得装满几个卡车。再看看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同样在今年2月被判死缓，受贿3.17亿，跟刘兴泰简直是商量好了一样，连贪的数额都这么有默契。还有海口市公安局原局长韩运发，2024年底被双开，去年1月被起诉。再往前倒腾，还有因为身价200亿名噪一时的海南高院原副院长张家慧。6年不到的时间里，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省会一把手、公安局长、公安厅副厅长、高院副院长排着队去秦城监狱领铺盖卷，这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个别干部经不起诱惑，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严密的、穿着国家制服的黑帮辛迪加。他们之所以扎堆落马，也不是因为塔尖上那位突然想要澄清吏治，而是因为这帮人在海南这块改革试验田里分赃分得太狠，吃相太难看，最终内部倾轧，把盖子给顶翻了。而董长青、刘兴泰这帮人当年在海南呼风唤雨的时候，正是谭德奎先生那栋价值5.17亿的楼盘被合法抢劫的关键时期。理解了这个大背景，你再去听谭先生的遭遇，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孤立的冤案，而是这台绞肉机日常运转的一个标准切片。看着这些官场丑闻和民间血泪，心里确实堵得慌，血压估计都要升高了。不过江峰得提醒您，这世道再乱，咱们也得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留着精气神，才能亲眼看见那帮作恶的人最终是什么下场。说到养生，我就在吃这款普瑞堂的黑参，它采用老祖宗传下来的久蒸久晒工艺，把生参里的皂苷充分转化，性情温和，补气提神。不管是熬夜看新闻，还是日常操劳，给身体加点能量总是没错的。如果您想支持江峰的节目，请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官网连结，结账时记得输入咱们频道专属的优惠码 JF。 现在普瑞堂给咱们听众提供了大福利，全店下单全球包邮，而且购买满$500直接加送您一根精选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好，广告回来，咱们接着看这场5.17亿的合法抢劫到底是怎么演出的。事情得从2011年说起，当时谭德奎和一位名叫贾贵臣的合伙人共同收购了三亚山海冠置业有限公司。谭先生是个做实事的人，他不仅拿出了100万的真金白银作为实缴注册资本，拿到了公司10%的合法股权，还陆陆续续投进去了800多万的前期投资款。不仅出钱，他还出力，亲自担任项目经理，带着施工队在三亚市吉阳镇余亚路西侧的那块地皮上，一砖一瓦的盖起了一个名叫山海观景园的住宅小区。原本这应该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勤劳致富的励志故事，可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大股东贾贵臣东窗事发。贾贵臣因为卷入了一个名叫恒宇案的大案子，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贾贵臣拿着老百姓的集资款来搞房地产开发，这确实犯了法，理当受罚。海南高院在2015年下达了终审刑事判决书，判决里写得明明白白，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由海南省公安厅依法处理，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返还各被害人。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事主体，公司的财产跟股东个人的财产是两码事。贾贵臣犯罪，那是贾贵臣个人的事，法院要追缴，理应去查封、拍卖贾贵臣个人名下持有那90%的山海冠公司股权。至于山海冠公司名下的土地、在建的楼盘，还有那几台车，那是公司的独立资产，里头还包含着谭德奎的合法投资，以及建筑商垫付的几千万工程款。可是海南省公安厅的做法，
直接把所有的法律常识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公司法，也不管什么股权切割。在董长青这帮人的操盘下，公安厅直接越过了法院执行局的正常职权，拿着一纸内部决定，把整家山海冠公司的核心资产，那片占地近2万平米的土地上面的在建工程，还有4台汽车，直接打包以5.17亿元的天价拍卖给了一家名叫海南冠阳四通投资有限公司的买家。这招偷梁换柱玩的实在太溜了，这等于是张三借了钱还不上，法院跑去把张三上班的那家公司的整栋写字楼给卖了。贾贵臣的股权没人动，但公司名下最值钱的地皮和楼房被公安厅给掏空了。这一下，山海冠公司瞬间成了一个没有半点资产的空壳，直接陷入破产境地，根本无力偿还任何债务，更别提分红了。谭德奎投进去的将近1000万现金，还有他风里雨里在工地上挣来的几百万工资和奖金，随着这5.17亿的拍卖锤一落，瞬间灰飞烟灭。你要知道，这世上最可怕的抢劫，不是几个平贼蒙着面拿着刀在小巷子里堵你，而是坐在富丽堂皇的庙堂里，吹着空调，喝着龙井，用公章和裁定书把你的家底掏个一干二净。公安厅虽然把楼给拍卖了，但要把这么一大笔资产过户给买家，还得有一道合法的手续。这时候，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非常默契地登场。2018年7月2日，海口中院出具了一份编号为2018琼01之426号的执行裁定书。我们仔细研究了谭先生寄来的这份裁定书复印件，上面的审判长何敏、审判员王燕、陈学这3位法官的大名可是印得清清楚楚。这份裁定书堪称是司法界的奇观。裁定书里明确承认了拍卖的是山海冠公司名下的房产和车辆，然后依据的却是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大笔一挥，裁定这些资产的所有权归买受人冠阳四通公司所有，并且让买受人拿着这份裁定书直接去办过户。这里头的猫腻在哪？这是一个刑事案子的涉案财产处置，你用民事诉讼法的条文来打掩护，这就等于故意绕开了刑事案件必须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的铁律。海口中院明明知道被执行人是贾贵臣个人，明明知道山海冠公司根本不在被执行人的名单上，但为了配合公安厅把这块5.17亿的肥肉咽下去，法院闭着眼睛盖了章，完成了这场合法抢劫的最后一道过户工序。事后，谭德奎拿着各种材料跑去海口中院，要求对这起明显的违法执行立案调查，申请国家赔偿。你猜法院怎么回复？海口中院立案庭的官老爷们两手一摊，甩出一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院系执行机关，我们不是适格的赔偿主体，直接拒绝立案。不仅不立案，根据国家立案登记制度本该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他们也不给。为什么不给？因为一旦落了字据，谭德奎就可以拿着这个通知书去上级法院上诉。海口中院这帮人就是要把谭德奎死死地捂在这口黑锅里，让他连喊冤的扩音器都找不到。公安厅当黑脸在前头抢，法院当白脸在后头洗，这套流水线作业配合的天衣无缝。大楼卖了5.17亿的巨款进了海南省公安厅的账户。按照正常的逻辑，就算大股东犯了法，这拍卖的钱也得先把公司的外债和员工的工资给结清了，剩下的余额再拿去退赔给那些非西案的受害者。谭德奎作为这栋楼的项目经理，公司欠他工资这事儿是由法院判决背书的。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在2019年就下达了执行裁定书，白纸黑字确认山海冠公司应当支付谭德奎工资本金520多万，加上迟延履行的利息，一共是730万元。从2019年到现在的7年时间里，三亚城郊法院多次给海南省公安厅、海南省金融局发去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他们从那5.17亿的拍卖款里拨出这730万还给谭德奎。结果呢，公安厅根本连理都不理。这就有意思了，公安厅的手里攥着5个多亿，
法院让你拨出几百万给农民工发工资，你为什么死活不给？卷宗里的材料揭开了一个更恶劣的内幕。公安厅并不是一分钱都没往外拨，据谭先生披露，拍卖款下来之后，公安厅大笔一挥，已经拨了3000万去偿还某家建筑公司的工程款，还拨了6600万去偿还一笔所谓的典当借款，零零总总帮公司还了将近1个亿的债。这就奇了怪了，同样是公司的债务，有的债你公安厅眼都不眨就还了，有法院生效判决背书的员工工资，你却一毛不拔。难道说那3000万和6600万的债主背后有着某些不能说的背景和靠山？而谭德奎这个老老实实干活的民营股东，在你们眼里就是一块随时可以踩碎的垫脚石。为了弄清楚这5.17亿到底是怎么分的，谭德奎这几年是跑断了腿。他向海南省公安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布这笔巨款的分配明细表。公安厅直接给他出了个答复书，拒绝公开。谭德奎不服，又向海南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高潮来了，2025年12月31日，也就是半年前，海南省政府出具了一份编号为琼府复决2025-507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这份决定书堪称是当今中国官场踢皮球的巅峰之作。省政府在决定书里义正辞严地认定，海南省公安厅拒绝公开信息的答复是违法的。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正义终于要降临了？那你就太天真了。省政府确认了公安厅违法，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既没有责令公安厅重新公开明细，也没有对谭德奎提出的财产损失赔偿做任何处理。这就好比裁判吹了对方球员严重犯规，不仅没掏红牌，连个任意球都不给，直接宣布比赛继续。这就是典型的程序性纠错，实体性搁置，玩了一手漂亮的程序空转，把受害人继续晾在天台上吹冷风。那这5.17亿到底去哪儿了？谭先生在控告信里愤怒地质问，据说这笔钱只有30%真正拿去退赔了那些飞机案的受害人，剩下的3个多亿，要么是被当成没收违法所得上缴了财政，要么就是被公安厅和金融局给内部截留了。这就是为什么打死他们也不敢公开分配明细的原因。一旦这本账曝了光，不知道有多少在台上道貌岸然的老爷们就要步董长青和刘兴泰的后尘。谭先生甚至在诉状里指名道姓地控告了当时的海南省公安厅厅长蔡朝辉，指控他身为执法者却公然玩拒不执行判决的猫腻，甚至质疑他在这里头有受贿贪污的嫌疑。咱们顺着日子一排，里头透着一股子官场末路的肃杀气。就在今年5月29号，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突然发了个公告，说是因工作变动免去了蔡朝辉的副省长和公安厅厅长职务。您琢磨琢磨，这工作变动4个字跟另有任用一样，光说变动，下家在哪儿只字不提。按照中共官场的黑话，这种没名没分的撤职往往就是出事的前奏，基本上是凶多吉少。更精彩的在后头，蔡厅长前脚刚被免职，仅仅隔了2天，也就是5月31号，谭先生这份压抑了7年的爆料邮件就发到了江峰的邮箱里。这时间点卡的简直就像是这口黑箱被震开了一道缝。谭先生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战机，把火直接烧到了这位刚下台的厅长屁股后头。到今天，离那场人事大地震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可海南省公安厅厅长那个位置至今还空着。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人走茶凉，而且凉得有点透心。从前任的刘兴泰、董长青，再到这位还没交代明白就突然变动掉的蔡厅长，海南政法和公安系统这把交椅，现在坐上去恐怕都得觉得屁股发烫。这一连串的职场大地震哪是什么正常的干部调动啊？这就是被这5.17亿的陈年黑账给顶翻了盖子。当事人敢实名把火烧到厅长头上，而厅长前脚举报信刚到，后脚就成了下落不明的前任。这本身就说明这口黑箱里的那些脏事儿已经到了连老大都保不住，不得不抓紧割席的地步了。
在这套案卷里，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其实并不是那被吞掉的几个亿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谭先生这7年多来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撞壁的维权轨迹。这哪是一个人的悲剧啊，这简直就是塔尖上那位亲手粉饰的自贸港里一套完整的官场现形记。你看看谭先生寄给咱们的这份长长的寄信清单，中纪委李希书记那里他写了，中央巡视组张春生组长那里他记了，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再到海南省里那些带公章的衙门，他是一个没落下，每封信都是挂号件，每一步都是按照法律流程走的。结果呢，全都是泥牛入海，连个水花都看不见。省长刘晓明那里他告过，那个刚被免职下落不明的前厅长蔡朝辉，谭先生更是盯着他告了好几年。法庭的大门对他来说就像是焊死了一样，信访的渠道在他眼里早成了粉碎机。当一个本分守法的公民发现法律成了权力的家奴，所有的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他能被逼成什么样？在谭先生发给咱们的邮件里藏着一个极其卑微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荒唐的细节。他在走投无路之下，开始像查户口一样去扒那些在海南当官的人的履历。他甚至专门整理了一份湖北籍官员名单，上面不仅列着现任的海南省委政法委书记杨进柏，还有好几位在要害部门坐镇的大员。为什么费这个劲？因为谭先生祖籍湖北，在那个所谓的世界最高水平自贸港里，在老大的法治蓝图里，一个被抢得倾家荡产的民营企业家，最后能想到的唯一办法，竟然是去攀老乡的交情。他天真的指望这些同饮汉江水的父母官能看在乡音的份上，在他被那台公检法绞肉机吞进去的时候，能伸手拉他一把。可是他完全想错了。咱们看看现在这个局面，当年的政法委书记刘兴泰判了，副厅长董长青抓了，蔡朝辉也匆匆忙忙地卷铺盖走人了。按说山东帮的势力垮了，谭先生求助的这些同乡也上位了，正义该来了吧？可事实是，到今天咱们播出的6月21号，谭先生依然两手空空，不仅钱没要回来，连个正经的说法都没有。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那些把刘兴泰、蔡朝辉拉下马的后来者，根本不是为了给谭先生主持公道，他们只是把谭先生这厚厚一沓带着血泪的控告材料当成了政治斗争中最趁手的子弹。他们利用谭先生提供的这些铁证干掉了对手，把那些肥得流油的位置抢到了自己手里。子弹打完了，打赢了，谁还管那颗子弹的死活？在那些坐在主席台上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官僚看来，谭先生的冤屈只是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哪怕这届班子里全是湖北老乡，只要牵扯到那5.17亿的利益再分配，什么乡情，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全都是扯淡。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拨乱反正，这就是一场权力的黑吃黑。这台绞肉机从来不看你是哪里人，他只看你的资产够不够肥。只要你挡了新主子分赃的路，他们就会默契地接过前任的法锤和红头文件，继续把你生吞活剥。那些高谈阔论的官僚们根本听不到红毯底下的哀嚎，他们只关心自己能从前任的遗产里分到多少，只关心怎么把这场反腐的戏演得更像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兴泰、董长青这帮人只有在内斗失势的时候才会被记齐，而谭先生的这笔陈年旧账却永远翻不过去。因为在这套体制里，抢劫民企是国家意志，而退还赃款那是绝不可能的底线。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其实只是海南自贸港红毯底下的冰山一角，新华社的通稿写得再漂亮，也掩饰不住那个烂到根子里的系统。当你看到那些政法高官一个个落马被查的时候，千万别以为是青天大老爷显灵了，那只不过是黑箱里面分赃不均、狗咬狗踢出来的一道裂缝。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这道裂缝，才让我们有机会借着谭先生的这套独家卷宗，看清了那张吃人的嘴脸。今天这份卷宗里的名字叫谭德奎，被抢走的是5.17亿。明天那张被锁定的猎物清单上，可能就是任何一个以为在这块土地上有产权护身符的你我。对外开放的
是海关的闸口，对内敞开的是权力那张血盆大口。如果你也对这样的内幕感到愤怒，如果你也希望谭先生这样求告无门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见，请一定要给这期视频点赞、订阅，并把视频转发出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